决心，每日情报系统绑定中，绑定成功。系统，今日情报系统提示：云城人民医院楼下彩票店，最后一张七星彩刮刮乐可开出100万大奖。我绑定了系统，他还告诉我刮刮乐能开奖100万。苗苗，你怎么了？爸妈，听我的，你们先别办出院手续，我有办法可以赚钱了。啊？等我。哎，等等，老板，你这还有那个七星彩刮刮乐，还有吗？还有最后一张。你这小姑娘也真是的，买彩票听说过赶早的，没见过抢网的。快2块，先付款后挂票。来。我真的中奖了，这可是100万啊！100万！我真的中奖了，这可是100万啊！100万！哎呦，我刚才还想自己刮来的。我妈妈终于有救了。妈，爸，等等，妈，你看，这不是刮刮乐吗？苗苗，你中了100万啊！对呀，有了这100万，就可以还清欠款，继续缴费给你治病了。那个老板说了，明天拿着身份证去市彩票中心就可以兑换了。爸，等明天天亮了，你就跟我一起去，兑换出来的钱呢，咱们直接拿到医院给妈妈缴费。好，哎呀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你好，我来给我妈妈手术缴费。老公，坚持住，咱们到医院了，老公。检测到重点人物信息：宇宙科技有限公司老板娘朱太太将在明日凌晨3点钟跟老板朱伟明卷款潜逃，阻拦2人可成功要回工资及解约赔偿金。哎，老李，你怎么在医院啊？哎，别提了，我们正堵着朱伟民要账，他突然心脏病发作，晕了过去。这眼看要出人命，我们赶紧打120给送医院来，大家伙就派我来盯着。你这是为大伙服务啊！正好我在医院，这样你先去看着，一会儿我来换你啊。没事，你先忙你的啊。你们这是要给嫂子缴费吧？哎，借到钱了？问我外婆家借的，我外婆心疼我妈妈。李叔叔，你刚刚说你们找老板要工资的时候，他突然心脏病发作。突然就躺地上了。哎，你说这事儿闹的。我懂了。爸，李叔叔，你们之前在他公司工作的时候，有听说过朱伟民有心脏病吗？他很少去公司，而且他每次去公司的时候，要么在办公室待着，要么带人吃饭喝酒去，这没听说过有什么毛病啊。那就对了呀，这患心脏病的人跟普通人是不一样的，他们身体是很疲惫的，走路都很累，更别说还应酬喝酒了。他这就是在骗人，你们老板根本没有心脏病，他是不想付你们工资，在装病。你们老板根本没有心脏病，他是不想付你们工资，在装病。可我今天亲眼看到他倒到地上，那脸色煞白，不像是装的呀。那也不代表他是真的呀，除非我们能拿到医生的检查报告，但老板娘盯得紧，不让我们看呢。你的意思是说他是想装病，躲过咱们讨债吗？不仅如此，他今晚还想卷款跑路。李叔叔，你赶紧现在去给其他叔叔阿姨打个电话，问问你们老板的孩子是不是还在家里。好。哎，小张，你去打听一下，朱伟民的孩子还在家吗？我担心啊，这孙子把孩子接走，准备跑路。什么？孩子被接走了？什么？孩子被接走了？沈大哥，还真被苗苗猜中了，朱伟民的孩子被他家保姆给接走了。他借心脏病甩开咱们，再让保姆把小孩接走，肯定是准备跑路。不行，我这就找他去。哎，等，你别着急，你现在就是去了，他也不会承认的。人往病床上一躺，警察来了都没招。这样，你要相信我，就听我的，我有办法。你有什么办法？俗话说得好，捉贼捉赃，咱们呀就抓他一个现行，看他怎么狡辩。李叔叔，他把孩子接走，肯定是要跑路。这电梯口呢有监控，他肯定不敢去，那就只有楼梯口了。咱们就在那儿守株待兔。让他以为马上要逃出升天，咱们再打他个出其不意。沈大哥，你家这姑娘啊，脑子可真聪明啊。李叔叔，你现在去多找几个人，要不然就咱们这3个人不够声势。好，包在我身上。
老公，快来，姚张德都不在。就知道那群民工熬不住，他们肯定以为我心脏病犯了，跑不了，不知道躲哪睡觉去了。走，咱走步梯下去，儿子就在楼下车里等着咱们呢。走。哎，来了来了！大家都拿好东西，往后退一步。朱伟民，上哪儿去啊？哎呀，朱老板，你这大半夜的带着自己的太太，是要去哪儿发财呀？这不是我突然生病了，孩子还在家里，孩子妈放心不下，我们回去看看。哦，你说你们这两个大人也真是的，竟然把自己的孩子这么不放在心上啊！哦，对了啊，忘了跟你们说了，你们家的保姆不知道怎么回事，非拉着孩子出去，看着就不怀好意。我们啊发现之后，就把孩子呢接到我们自己家里来啦。老公，这可怎么办啊？儿子在他们手里，他可是我的命啊！如果他不在，我也不走了。哎呀，别说了。朱伟民，你居然想要卷款跑路，把我们的工资还回来！哎，你这是要干什么？你再往前走一步，我可就要报警了。哎，朱先生，我们又不是什么坏人，刚打完棒球，过来看望生病住院的老板，就算警察来了，也不能说什么吧？但你就不一样了，不仅拖欠农民工工资，还借了高利贷。我听说那些债主也在找你呢。你想要什么？我想要什么？很简单，这样你把拖欠我爸爸还有其他员工的工资都给结清，再把违约金给赔偿一下，这样你们想去哪儿就去哪儿，怎么样？付这些人的工资也就几万块钱，跟我借的高利贷比起来确实不多。今天要是不给，他们绝对不会善罢甘休。也罢，就当买路钱了。成交。这样，你们找2个人跟着我去拿钱。走，走走走。朱伟民这孙子竟然用亲戚的名字在银行设了个保险柜，对上密码就能拿钱。要是早知道有这笔钱，咱们何苦一直赌他？做生意的心眼子就是多。哎，爸，你拿这么多钱也不安全，不如咱们早点回医院，给大伙儿都分了吧。好，可以。走。妈，你们出去忙，也没有人给你做饭，饿了吧？我刚从外面买了点粥跟菜，你先吃几口垫垫肚子。哎呀，没事儿，我整天在病床上躺着，动都没动一下，我还不饿。你这又带回来什么呀？神神秘秘的。哎呀，哎，看，你怎么取了这么多钱？你怎么取了这么多钱？中奖是苗苗的运气，这以后都要留给她的。你现在大手大脚花完了，苗苗以后花什么？妈，放心吧，这钱啊是刮刮乐中奖的100万，交完税还有60万，我们拿了点出来还钱缴费，剩下都放存折里没动。这是爸讨回来的工资跟赔偿金，一共1万块。你不是说公司老板破产了吗？这钱怎么讨回来的？这都是苗苗的功劳。妈，是爸爸公司的那个老板朱伟民，他装病进医院，想卷款跑路，被我们识破了，逮了个正着。他没办法，就只能把爸爸他们的工资给结清了。妈，医生说了，会尽快给你安排手术的，等你做完手术，咱们就回家。妈，医生说了，会尽快给你安排手术的，等你做完手术，咱们就回家。好，玉娟，你看，难过的日子咱们都挺过来了。自从苗苗中了奖之后，咱们就时来运转，别难过了啊！我这是高兴啊！妈，咱们以后啊会越来越好的啊！每日情报系统提示：元城中学对面蜘蛛网吧 C 区5号机主机上有一个遗落的 U 盘，里面存储的比特币价值人民币30万元。爸妈，我突然想起来，我朋友他要过生日了，我还没有给他准备东西，我等会儿出去逛逛，看看给他买点什么东西。好，去吧。好，记得吃啊。放心，我看着呢。老板，你们这网吧1小时多少钱啊？2块。你去 D 区吧，那边是我们老板新换的机器，打游戏手感特别好，还不卡。D 区啊，我不去那儿，他们那儿有人抽烟，烟味太冲了，给我调远一点吧。我来查资料的，用不到那么好的配置。我看那儿，那就挺不错的。那儿也行，只要你不嫌弃那机子老。我来找 U 盘的，机器老不老都跟我没关系，不嫌弃。哎，小票上面有密码，你看准时间，要去中提前跟我说。哦，行。找到了，上面贴着密码，接下来只要动动软件，输入密码就可以把钱转到我的账户上了。每日情报系统提示：该 U 盘存储比特币300个，现每个比特币价值1000元，总价值30万元。10年后，比特币即将升值为50万元每个。天哪，
比特币放10年，竟然可以翻1000倍。反正现在用钱的地方也不多，全都存起来好了。妈妈的生日好像快到了，我现在有钱了，我也去商场给她买点东西吧。给家里人都买了身新衣服。钱这个东西，挣过来的时候开心，花出去的时候更开心。检索到选手信息，信息检索中。失主王威遗失重要公文包，悬赏20万。公文包内有虎跃集团跟 A 公司签订的重要合同，合同标价800万。失踪公文包位于龙河商场地下一楼美食城老夫子自助餐厅10号桌。10分钟后，服务员即将开始清扫桌子，请宿主抓紧时间。收到，我现在就去。你好，欢迎光临，请问几位？哦，我不是来吃饭的，刚才吃过了。我着急去逛街，落下一个东西，我可以进去拿吗？可以，你进去拿就好了。谢谢。等，这是我的东西，刚才吃完饭着急去逛街忘了拿了，还好在这儿没有被人拿走。啊，我说呢，原来是您的，您来的真巧。要是再晚来一会儿，我就放在前台，让他们广播失物招领了。好险啊，差一点就个20万大奖，擦肩而过了。谢谢。没事儿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现在就去联系失主，我记得他叫王威，好像在虎跃集团。哎，您是王威吧？这儿。对，我就是。王先生您好，我姓沈，这是您的公文包吧？我在老夫子自助餐厅发现的，你快打开看看里面东西有没有少。正好看见你的悬赏信息，就联系你了。最重要的就是合同了，合同在就没什么问题。沈小姐，真是太感谢你了，你可帮了我大忙。方便把你的银行卡账号给我说一下吗？我这就给你打钱。检测到重要人物王威，虎跃集团董事长儿子。虎跃集团3天后将在美国纳斯达克成功上市，股票首发即涨停，购买虎跃集团股票可获得10倍收益。没想到这还是个大人物，他给的奖金正好可以成为我进入股市的资金。多谢王先生，我可沾了你的光了。好，我这就给我财务打电话。小王，赶紧把钱打到我给你发的银行卡号上。沈小姐，看看是不是到账了？到账了。接下来就是去医院说服爸妈，把存折里的钱都取出来。进入股市，手里的钱必须越多越好。爸妈，我回来了，猜猜我给你们带了什么？哎呀，是新衣服吧？妈，你这是神了，你怎么知道？你这孩子孝顺，买什么东西都惦记着家里。看你这一身新衣服，肯定不会忘了我们的。哎，你不是出去给朋友买生日礼物了吗？怎么又给我俩买东西了？这不是顺道吗？妈，你快过生日了，我去商场里一眼就看见这件衣服了，绝对衬你肤色。还有爸，这是给你买的外套。哎呦，我也有啊。对啊，哎呀，我特意给你们俩买同色的，这样你们穿出去，别人就知道你们是一对儿。好。这料子呀，摸起来滑溜溜的，看着就贵。这都是苗苗的一片心意，我们可不能辜负了她。哎，苗苗，手里钱是不是花完了？你这年纪啊，手里没钱怎么行的？老公，你再给苗苗500块钱啊！哎，不用，妈，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。我今天去商场买东西的时候呢，恰巧碰到一个公文包的失物悬赏，他们说只要提供公文包线索，就可以给20万奖金。我吃饭的时候呢，正好见过那个公文包，我看见了这个消息，就立马拿上手机给人打电话，结果真给了我20万。20万！20万！这是谁丢的呀？给我钱的人好像叫王威，他是虎跃集团董事长的儿子。公文包里边啊放着一份特别重要的合同，合同要是丢了，损失就大了。我把公文包还回去，他十分感激，不仅给我钱，还给我透露一个消息。什么消息啊？他说虎跃集团3天后就要上市了，让我去股票交易所开个户，到时候买他们家的股票能大赚一笔。我觉得他说的不像假话，所以想过来跟你们商量一下。那苗苗，你打算怎么做呀？我想把存折上的钱取出30万，再加上我手里的20万，全都存进去。如果赔了，咱们就还有10万用来保底。那如果赚了，那你们就可以提前养老了。你们说呢？苗苗啊，你不是什么没成算的孩子。哎呀，这怎么做呀？都听你的，妈都听你的。哎，苗苗，存折给你。爸妈，你们放心，等我好消息吧。啊，好。这么小的年纪啊，有什么钱买股票？肯定又是来看热闹的。就是啊，我也不想浪费口舌。你是新人，你去。小苏，你去。我去。你好，我叫苏天天，是寿丰证券公司的理财顾问。请问你想办理什么业务？我都可以帮您。我过来开户的，现在能开吗？当然了。请问您带身份证、户口本和银行卡了吗？需要您简单填写一个资料。带了。这边请。
股票交易所目前不支持个人客户进行股票买入卖出操作，需要交由证券公司代持。证券公司开户需要往账户存储1万元的保证金，请问您可以接受吗？我看小苏啊，今天又是白费功夫喽。对啊，这个小苏来这么长时间了，还真是没什么眼色。这小姑娘看起来可不像是能掏起1万块钱的人。可以啊。这是一份开户申请跟委托协议书，您在上面签字确认后，我将成为您的专属理财顾问，帮您处理股票事宜。沈小姐，您是我的第一个客户，请问您预期在股市投入多少钱呢？如果只有1万块钱的话，我建议您购买一些低利率的稳健型股票，虽然收益不高，但是能够保本。不用了，我要买最近新上市的虎跃集团。虎跃集团，虎跃集团的话风险比较高，上次有个捷成能源有限公司首发每股5元，收盘的时候已经跌停了。这个你就不需要担心了，你只需要按我说的去做就可以。股票嘛，本来就是高风险高收益，赔了我来承担。这个是我的银行卡，里边有50万，你全部帮我买成虎跃集团的股票。50万？怎么不能买这么多吗？不是，我第一次接触这么大笔的资金。沈小姐，小苏是新人，没什么经验。我是社丰证券公司的理财经理小周，请给我个机会，这单我来做怎么样？不用了，就不劳烦周经理您的口舌了。苏顾问虽然只是个新人，但是他十分的专业，态度也很好，还会为我考虑。以后我就认准他了。我这张嘴真该扇一巴掌，竟然有眼不识泰山，得罪了大客户。沈小姐，您放心，一切交给我，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信任。我这就去给您买股票。那我就等着你的好消息了。沈小姐，您真是神了！虎跃集团股票首发即涨停，您的50万现在已经翻了10倍，成了500万。我看这个趋势还能再涨几天，您要继续持仓吗？不用了，帮我全部都卖掉吧。继续持仓的话，还有可能再翻1倍，您确定吗？我确定，有些钱该我挣的我就拿，不该我挣的我也不贪心。情报系统只给了我首发股票涨停的消息，没说以后什么发展趋势。股市最难预料，要是全赔进去可就糟了。保险起见，还是把股票卖了，落袋为安。好，这就帮您操作。沈小姐进门就指定要买虎跃集团的股票，50万全部压上去，一点也不担心亏本。现在虎跃集团股票暴涨，人人都打算入场，他又当机立断全卖出去，肯定是有内部消息。这种人一般都不缺钱的，正好我表哥还在到处拉投资，就是不知道沈小姐愿不愿意。沈小姐，股票卖出去了，500万扣除交税跟交易抽成，剩下都打到您的银行卡里了。谢谢，500万啊，发财了。沈小姐，还有什么事吗？您赚了这么多钱，不知道有没有兴趣投资一个互联网购物平台？我有一个表哥叫马文涛，他的创业项目正缺钱。马文涛，这不是马爸爸的名字吗？按照时间来算，他这个时候确实刚开始创业。不过这么巧吧，要是抱上他的大腿，我这辈子都不用筹钱了。沈小姐，你认识我表哥啊？我有一个认识的朋友，跟你表哥的名字一样，所以感觉比较亲切。我对互联网购物平台还是有点兴趣的，不知道可不可以跟他见面聊一聊？那真是太巧了，当然可以。请问您什么时候时间方便？随时都可以。那今天晚上7点，我做东，咱们一起在太平饭店边吃边聊，怎么样？可以。太感谢你了，沈小姐。谢谢您给我们这个机会。要真是马文涛，我才应该感谢你。天天，你说的那个投资人怎么还没来？不会有事耽搁吧？不会的，沈小姐不是那种人，她来不了会给我打电话的。说好的7点，这才6点30分，哥，你着急什么？你好，我是沈明。沈小姐，这就是我哥马文涛。哥，这就是我跟你说的投资人沈小姐。沈小姐你好，我叫马文涛。你好，久仰大名。我还有点事，先出去一下，你们先聊。马先生，我听苏小姐说你正在创办一个互联网购物平台，可以详细展开说说吗？沈小姐，我现在做的这个购物网站是属于米国的一个国外的网站做起来的。目前国外的这种购物模式已经十分成熟，像亚马逊这种平台，现在它每年的营收至少能达到5000万美元以上，但是在国内还是一片蓝海，所以我想做一个商对商的平台。商对商？不对啊，马文涛的淘资购物网站不是面向全体大众的吗？对，因为我觉得商务之间交易更加频繁，而且资金也更加稳定，所以想在亚马逊的基础上做一些改变。后来也没听说过淘资网站还有商对商的事儿，应该是方向不对，舍弃了。大佬创业初期走弯路很正常，但为了我的钱，还是要把你掰过来。
马先生，我虽然没怎么做过生意，但是我知道复制赚钱才是商业的正道。说实话，你这个改良的想法我并不太认同，除非你愿意把它改成面向大众的，否则咱们也没得谈。我知道了，我还是坚持我自己的想法。多谢沈小姐给我这个机会。我回来了，沈小姐，哥，你们聊得怎么样？话不投机。哥，你怎么回事？你把沈小姐惹不开心了？没有，是你哥哥的这个想法，我并不太认同。我认为商对商没有赚钱的机会，所以我向他建议把购物平台变成面向大众的，但是他不太愿意。沈小姐，我哥为了这个购物平台真的吃了很多苦，见了很多投资人。前几天我们去一个天使投资机构，他们评估过后说了很多，大概也是说商对商不太成熟。哥，一个两个说你不对，我还能挺你，可是现在连沈小姐都说你这个思路做不下去，你就不能改改吗？马先生，你创办的这个购物平台还差多少钱？300万。这样吧，如果你愿意接受我的建议，把购物平台变成面向大众的，我给你投资400万，占股10%，其中300万你可以用来做网站，剩下的100万可以做后期的维护，这样至少1年之内你都不会缺少资金的维持。你觉得怎么样？我找亲朋好友借了个遍，才借60万，沈小姐一次就能给我400万，却只占股这么少，要是错过了，很难碰到这样的投资商。你真的能给我400万？哥，沈小姐今天的股票都挣了600多万呢，她不会骗你的。一天就挣了600万，看来沈小姐才是投资天才。好，那我就听你的。那马总，合作愉快。沈小姐，你放心，你投资的钱肯定让你10倍100倍赚回来。行，那我就等着了。妈，你现在病刚好，医生说啊，只能吃一些清淡的。这个白灼虾呢，是太平饭店里的招牌菜，又鲜又嫩，还没有一点腥味，怎么样？好吃吗？太平饭店的菜那得多贵呀！我现在可是赚了600万的人，这算什么？就算你吃一辈子白灼虾，我也供得起。你这孩子，爸，这里我看着，你快去吃饭吧。好，你吃了没有？我给你带回来。吃个肉夹馍吧，方便。啊，好好。爸，你帮我接一下。好。苗苗，马文涛是谁啊？马文涛？哎，快，爸，把手机给我。喂，马先生，有什么事吗？沈小姐，天大的好消息！咱们的网站一上线，服务器就被挤爆了，所有的买家都开出了天价的展位。也要在网站上开店，店铺销量更是节节走高。沈小姐，我预计您今年第一笔的分红就能达到200万，年终最多差不多能分到1000万左右。那还真是恭喜马先生了。不，都是沈小姐您的助力。如果按照我当时的想法做成商对商，肯定没有现在好。老板，不好了，咱们的系统出现 bug 了，一直跳转不了付款页面，你快过来看看吧。那你先忙吧。好，我忙完再跟你汇报。哎，我爸呢？你刚拿电话的时候啊，他就出去了。哎，那算了，先不管他。妈，跟你说一个好消息，我之前啊不是投资了一个购物平台吗？他们说今年就会把钱给返回来，预计能挣1000万啊！1000万，苗苗，你这赚钱跟喝水一样，不简单呢。运气好罢了。对了妈，你现在呢病也好了，我也呢赚够了钱，我想着把咱们之前租的那个房子给退掉，换成一个更好一点的大别墅。因为你之前不是说你羡慕小叔他们住的别墅吗？那咱们也换一个大一点的，你们院子里的空地就用来给你们种菜，房间大，地方也多，住得也宽敞。你觉得呢？好，妈都听你的。每日信息系统提示：云城法院拍卖的3号别墅内，藏有前主人留下的100根金条，300万现金。拍卖会将于明日启动，请宿主抓紧时间进行购买资格认证。100根金条，300万现金，这家别墅前主人是什么来头啊？不行，我得赶紧去法院一趟。苗苗，哎，肉夹馍给你。爸，我还有些事，我就先回去了，你看着忙啊。哎，走了。你好，我叫沈明，这是我的资料，我想申请一下法院拍卖品购买资格，我想买一套别墅。小姑娘，你才18岁，能买得起别墅吗？咱们拍卖商品可不是开玩笑，每个入场的人都要冻结50万资金呢。
这张银行卡里有200万，我手上之前还有200万拿去做生意了，不过还没收回来。你看够不够买套别墅？当然够，真看不出来，你一定是个富二代吧？家里真有钱啊！这东西你先看一看，然后没有问题的话，在最后一页签个字。没问题。好，手续走完了。拍卖会在明天早上9点，太平饭店3楼会议室。你提前半个小时入场，不要迟到。好。这个资料你可以先看一下，里面都是拍卖的全部商品。陆源，这不是那个水果大王吗？原来如此，这个陆源是因为跟港城的某个老板合作卖东西，涉及洗钱、如犯罪等问题，被送进局子了。这别墅里的金条跟现金，估计是他的赃款，他肯定不敢说出去。唉，网上都说他15年才出来，短时间内也不用担心他回头找东西的问题，恐怕他出来的时候，我们早就搬走了。唉。我今天还要早点回去，明天拍卖会还有一场硬仗要打。接下来的3号拍卖品是一套位于丽奈花园的别墅，起拍价50万，每次叫价最低加10万，上不封顶。现在竞价开始。60万。6号出价，60万一次，60万2次。70万。8号出价，70万一次。竞争这么激烈，价格很快就会被抬上去，倒不如我直接加个猛的，正好给他们刹刹车。150万。看来这人真是有钱啊，一下子翻了1倍多，看来是对3号别墅势在必得了。可不是嘛，我看那举牌子眼都不带眨的。算了，一栋别墅而已，超过200万就不值了，还要重新装修呢。5号出价150万，150万一次，150万2次。200万。还真有人跟啊，超过这价格就不值了。看来这别墅要花落别家了。不好意思啊，小姑娘，我太太喜欢这套别墅。220万。这俩人杠上了吧？这谁家小姑娘？真是年轻气盛，年轻气盛啊！不好意思啊，叔叔，我妈妈也非常喜欢这栋别墅。我今天来带了400万，如果你超不过这个价格，那你叫一次，我就会跟你一次。兄弟，这一看就是不知柴米油盐贵的富家小姐，你跟她较什么劲？就算多花200万拿到手了，那也亏到奶奶家了。让给她算了，这么多别墅不差这一个。220万一次，220万2次，220万3次。成交！恭喜5号以220万成功拍得3号别墅的使用权，请在拍卖会结束后前往法院领取3号别墅的钥匙。承让承让。这个档案袋里就是3号别墅的钥匙，别墅产权清晰，没有纠纷，1个月前已经被我们强制腾退，需要你亲自验房收房，确认收房后，我再帮您办理过户手续。好，谢谢。我突然想到没有车，可不可以帮我叫个出租车呀？叫什么出租啊？我有车，直接送你过去吧。啊？这可不行，别墅里的金条跟现金还不知道藏在哪里呢，被他跟过去，万一发现就糟了。那太麻烦你了。我不麻烦，我还得感谢你呢。这别墅之前的主人被送进局子了，做生意的人都很在乎这个，觉得风水不好，我们还担心这别墅卖不出去被流拍呢。没想到你直接把场子炒热了，最后还砸了220万。那些被拖欠货款的供应商拿到钱之后，恨不得给你磕一个呢。姐，你这不是嘲笑我是冤大头吗？别笑话我了。行，不说了，我开车，咱们一起收房去。行。我都看过了，这就行了。姐，今天谢谢你送我过来。那你用不用再看看水表、电表什么的？我们刚腾退，都是有数据的。不用，用不着这么麻烦，相信你。姐，实话告诉你，这栋别墅我是一定会给它拆了，重新装的。我恨不得它是个毛坯房，这样我还直接省事儿了。富二代就是不一样，
还有世美，没事，我先走了。那姐你慢走。刚才瞅了一圈，别墅总共有4层，地下1层是车库，第1层呢是餐厅、客厅、厨房，第2层是住人的，第3层是大露台。转一圈也没发现这猫腻在哪儿啊！这陆源到底把这金条和现金藏哪儿了？哎，这系统也没告诉我呀，真让人头疼。检测到宿主成功购买3号别墅，信息检索中。100根金条，300万现金，位于1楼厨房储藏室冰箱后的暗格里。另外，暗格里装了反弹器，只要一走开就可以打开了，并且没有密码。假的？什么情况？啊，哼，外面放一层假的，里面放真的。这陆源真是玩灯下黑的高手啊！竟然把这么贵重的东西全都放在这儿。外边放一层假的，里面放的都是真的。要不是有系统提示，只怕也就错过了。金条拿不走，那就继续放着吧。一会儿找个保洁打扫一下这栋别墅，然后去医院接妈妈回家。以后这里就是我们的家啦！真好啊！哎，又宽敞又舒服的，这么大房子，我从来没住过这么好的房子呀。哎，这别墅看起来比你小叔家的还要气派，这得多少钱啊？建军他们买的那一套150多万，这个我看没有300万下不来。没有啦，这是简陋房，我啊简陋买的，花了250万就拍下了。他们开盘的毛坯房才是这个价格，现在咱们这儿你看装修好了，赚大发啦！我们还真是赚到了啊！妈，我带你上楼看看。我跟你说啊，你不知道，你们的卧室可好了，里面呢有一个小阳台，然后到了冬天呢，你就可以躺在那里晒太阳，然后接个电话。喂，马先生，找我有什么事吗？庆功宴，晚上7点，太平饭店宴会厅是吧？行，我一定会准时参加的。沈小姐，你终于来了。苏小姐是在专门等我吗？要不是沈小姐您慧眼识珠，我哥现在还不知道在干什么呢。他今天办庆功宴，听说你要来，我早早就在这等着了，生怕你不习惯。我哥现在正被他们拉去灌酒呢，等他结束了，一定会回来见你的。没事，让他先忙吧。哟，这不是天天吗？你表哥马文涛办的桃子购物网站都上云城新闻了呢，记者们长枪短炮的蹲在门口都等着采访呢。我们来了这几天了，也没有见到他，帮我们给推荐一下怎么样？对呀，哎呀，天天又不是外人，你就让我们见见马总嘛。不行，我还要陪我朋友呢。这谁呀？难道是你同学啊？穿的这么寒酸，不知道今天是马总办的庆功宴啊？就是，这位小姐，有个词你没听过吗？叫客随主便。你穿的这么随意，哎呀，这个真是对人家马总不太尊重啊！嘿，你不用跟他们一般见识。二位，你们误会苏小姐了，我确实不是她的同学，不过呢，她是受人之托来陪我的。我看这二位趾高气昂的，不知道家里什么来头啊？我爸爸是奔腾集团的总经理。云城唯一一家5星级酒店是我家开的。哎，豪奢酒店你听过吧？豪奢酒店，乡巴佬。哎呀，
马总你好，我们见过。你去奔腾集团的时候，你还记得我吗？对，我，豪舍酒店，豪舍酒店。哎，马总现在真的好起来了。沈小姐，让你受到这样的委屈，真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，我给您道歉。哎，马先生这是做什么？没礼貌的是他们，又不是你的错，不怪你。这女的谁啊？竟然让马总这么低。多谢沈小姐。你们给我听清楚，沈小姐可和你们不一样，她不是什么乡巴佬，她是我的恩人，我的投资人，她持有我们桃子购物网站10%的原始股，除我以外，第2个大股东。真是没想到啊，马文涛的投资人竟然这么年轻，真是人不可貌相。这沈小姐可真是厉害，早早的就慧眼识珠，圈定了马总，给他打工。这下以后不就等着数钱了？沈小姐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有意冒犯你的，对不起啊，沈小姐。来，把这2个人赶出去，他们是恶客，我马文涛不欢迎这种人。你听我说呀！马总，那边有人找您。沈小姐，我这边还有事儿，今天呢，让天天陪着你，庆功宴结束我们一起吃顿饭怎么样？我都行，你去忙吧。好，走。这不是我堂妹史苗吗？他们家之前都住出租屋，连医药费都交不起，把亲戚朋友都接了个遍，现在怎么成了马总的投资人？我以前一直压他一头的，现在风头都让他出尽了。爸妈，我不管，你们一定要帮我治他。我可见不得史苗这副样子。这个沈正国发了财也不想着我这个弟弟，亏我还想着他，真是让人心寒。这不是大伯他们吗？他们怎么也在这里？双双，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让沈苗踩到你头上的。建军，你今天不是带了个玉手镯吗？过来找买家，还不如直接卖给苗苗算了。妈，你真聪明，等史苗买了这个假手镯，赔不死他。走，苗苗，沈小姐，这几位是？哎，这是我小叔、小婶儿，还有堂姐。苏老板，鄙人沈建军在云城开了一家玉器行，这是我的名片。以后你要是身边亲戚朋友想买玉石，尽管去找我，我给你们最低价。我小叔家的店啊，只采熟人。苏小姐刚认识他们，第一次应该不会买到假货。对，苗苗，你就会瞎说。咱们玉器行在云城开了那么久，那可是数1数2的。我们家的顾客没有说我们服务不好的。苏小姐，以后你来，我给你打8折。沈先生，我们家对玉石不太感兴趣。苗苗，你现在有钱了，也不认我这个小沈了。我刚才喊你那么多声，你看都不看我一眼。但谁让咱们是一家人呢？有好东西，我还是想着你的。你瞧，这是我们刚得到的好东西。上好的玻璃种紫罗兰水晶手镯，这个水头特别好，在外面都得卖300万。今天你要是看上，200万卖你了。这大伯母一家都是势利眼，以前仗着自己有钱，就看不起我们这种穷亲戚，现在看见我赚钱了，又扒上来，真把我当傻子。但我不知道他们的猫腻。这玉镯不用说，肯定是假的。检测到重点人物李美玉，富山玉器行老板娘，专做玉石生意，真假混卖。玉器行有一个玻璃种祥云吊坠，被其丈夫沈建军当成假货放在陈列架上代售，售价20万，实际价值200万。小婶儿，这玉镯太粗了，样式老气，我有点不喜欢。不过小婶这么盛情的邀请，肯定要去照顾一下生意。这样，你带我呢去你们的玉器店看看，如果有我喜欢的，我就直接买下来。好啊，什么？看我坑死你！苗苗，咱自家人过来，我也不跟你来那些虚的。这是咱富山玉器行的镇店之宝，玉山象征着财气、福气，别人来了我都不卖给他。你这边不刚发财吗？财气还不稳，拿回去把它摆到屋里边，先镇着财气，多好。500万，李美玉真是白日做梦，当我是个傻子。哎，这太贵了，没这么多钱。
苗苗姐，开玩笑呢。马总都说了，你是公司的大股东，怎么可能没钱呢？小叔小沈，双双妹妹，你们不知道，我虽然表面上风光，却不知道我中奖的那个刮刮乐，一口气把钱全都投给马总了。他公司能办下来，确实有我的功劳。但是现在吧，公司正在发展中，正是用钱的时候，用钱的地方多得去了。你们都不知道，我每次一跟那个马总要钱，让他跟我分红的时候，他都说：“苗啊，这账上的钱可有用。”哎呀，再等等，再等等，再等等。你说，人家都这么说了，我能有什么办法？我现在手上连个活钱都没有。我说呢，还以为你成了真富豪了，没想到是打肿脸充胖子呢。苗苗，哎呀，你不能这样说，马总总会给你分钱的，不是？那你还是有钱的嘛。再说你这孩子，我也信得过。要不这样，你先给我打个欠条，这玉山啊，你就先带回去。那不行，我爸妈这辈子除了治病就没欠过人钱。他们要是知道我现在在外面欠那么多钱，肯定应该睡不好觉了啊！不行不行不行，那你非要我们带你来玉器行，这大晚上的这么折腾，你不是耍我们吗？我不管啊，你今天必须要买一件回去，要不然你休想走出这个门。你这孩子也太不像话了。哎，我要个这个吊坠，行了吧？行啊，20万，先交钱后交货。什么？这一个吊坠要20万呢？这可是上好的玻璃种翡翠吊坠，你看这水头，整个云城独一份。要不是主食用来做镯子，抠下来一点料子，你连见都见不到。那行吧，既然小叔都这么说了，肯定不会坑我，就要这个了。刷卡。好了，大侄女，你拿好啊。小婶儿，既然这吊坠我已经买了，你不介意我把它转卖了吧？这家伙，你能卖出去才怪。我说东西卖了，那肯定就是你的了，我自然不介意。行嘞，我刚才过来的时候，看见隔壁那青云玉器行那店还没关门，我去问问人家老板收不收啊？走了。妈，我们一块去吧。走。老板，我这里有一个玻璃种的翡翠吊坠，你这收不收啊？玻璃种的翡翠拿来做吊坠？小姑娘，你口气可不小啊！你知道它值多少钱吗？值多少？你说。你要说的是真的话，至少值这个数，200万。那，你看看我这个。这看着还可以啊，水头也好，真是极品啊！老公，你不是说这玉是假的吗？这青云玉器行的李老板，那可是玉石界的行家呀，难道连他都没看出来吗？老板，我小叔啊，他是隔壁富山玉器行的老板。这主体呢，用来做手镯了，这是剩下的边角料做的。原来如此啊，小姑娘，这祥云吊坠我收了，这200万你看行不行？行啊，当然行了。这个是我的银行卡，你回头就把钱打到这个账户上就行。喂，老婆子啊，我这刚收了一个极品玻璃种的翡翠吊坠，你赶紧给买家转200万块钱，他的银行卡号是这个。好，老李啊，你可看好了，这是玻璃种翡翠吊坠吗？这还能有假？你看这吊坠虽然有棉，但不影响色泽，也不裂，这多好呀！老公，怎么样？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呀？真的。哎，我说你这人，你也算是做玉石行的老手了，不知道玉不过手的道理吗？这要是摔了，你赔吗你？小姑娘，钱我已经转过去了。哦，是吗？哎呀，是到账了，谢谢老板啊。小叔、小婶儿、双双姐，也谢谢你们啊，让我20多万买了个吊坠，转手就卖了200多万。你们啊，可真是我的财神爷。你，老婆，妈，你怎么了妈？所以就是这样啊，我一开始啊，他们想逼我卖一个假的吊坠给我，但是后来呢，被我买到了真的，
小婶儿啊，一时接受不了这个消息，直接晕死过去了。我走的时候，她就已经进医院了。真是活该，他们这样包藏私心，欺负你这么一个小姑娘。幸亏你机灵，要不然这20万都打了水漂了。亏得他沈建军还是你小叔呢，就这么欺负自己的小侄女。我也没想到他们会这样啊！哎。A 级通缉犯罗老三流窜至云城丽奈庄园1号别墅，现已绑架1号别墅一家3口。公安部门对其发布全国悬赏，悬赏金额50万元。通缉犯窜入我们这个别墅群了，还在1号别墅，离我那么近。要是他杀了你一家3口，再出来找下一个目标就糟了。妈妈刚做完手术恢复期，我跟爸爸手无缚鸡之力，肯定打不过他。根据海城警方可靠消息 ，A 级通缉犯罗老三已经流窜至云城，请诸位市民积极举报，助力公安部门早日破局案件，维护社会安全。举报电话为110。天哪，这个罗老三还没有抓到啊！我听说他已经杀了好几个人了。爸妈，你们快去把家里的门锁全部都关好，咱们家距城里太远了，开车也得半个小时呢。这要是那个罗老三流窜过来，那等警察来了就晚了。完了！我昨天好像在小区里看见他了，我这就报警。喂，是110吗？我这里有了 A 市通缉犯罗老三的线索，我看到了他在东城区丽娜庄园。你就是举报人沈苗？是我，警察同志。你做得很不错，沈苗同学立了大功。啊！我们正在吃早饭呢，突然看到新闻里面播报悬赏新闻。苗苗看到罗老三的脸，说他昨天晚上在别墅回来的时候见过这个人。哎呀，真的是把我们吓了一跳。多亏了有你们啊，警察同志。这是我们应该做的，多亏了沈苗同学给的线索。我们接到举报的时候，罗老三已经逼问出这家人的保险柜密码，要是晚一步，这一家3口可就没命了。我已经登记了你的身份信息，正在走流程。等走完流程，我会通知你到警察局领奖。好，抓到这罗老三，我们也就放心了。沈小姐，比人王富贵，这是我的太太和儿子，你呀是我们家的救命恩人，请受我一拜。哎，别，爸妈快扶一下。哎，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嘛。王先生，不用这样。快，王子，给姐姐行个礼。谢谢姐姐。检测到重点人物王子，富春城建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富贵之子，15岁，电竞天才。今天下午将在第1届火线对抗游戏比赛中获得胜利。主办方在赛场设置压注奖励，压注王子可获得云城敬业大厦10楼1年使用权。敬业大厦10楼，1年租金为199万元。你叫王子是吧？你现在上几年级啊？哎，今天不是周4吗？学校放假了？我们上初中，不太上学了。这孩子也不知道怎么就迷上打游戏了，还要参加什么比赛。我们没办法，跟学校请了1周假让他训练，要不然呀也不会遇上这样的事儿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。王太太，那你说的那种打游戏应该是电子竞技吧？哎，现在这在外面超火的，我看他们那种职业选手，那可挣老多钱了。真的呀？最早的时候他们是任天堂那种单机游戏，而现在已经发展成电脑游戏了，就是电子竞技。原来真的可以靠这个为职业啊！王子，那你什么时候比赛呀？姐姐去跟你加油。今天下午3点，在云城敬业大厦10楼。好，那我一定进去，加油！我会的。那我先走了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欢迎各位百忙之中光临火线游戏全国总决赛的现场。现在，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各位参赛选手。主办方大龙游戏有限公司为此次比赛设立100万元的奖金，第1名50万，第2名30万，第3名20万。同时，为了提高各位来宾的参与度，还额外设了名次压注环节，每个压注机会只需要认筹10元。如果同时压注1人，认筹机会最多者获胜。
压住冠军者可获得价值190万的敬业大厦使用权10年，压住亚军者可获得一辆雅马哈摩托车，压住季军者可获得全套电竞装备，其中包含电脑等电子产品。终于来了。不过这奖品是真拿得出手，一辆雅马哈牌的摩托车就要20多万，这一次机会10元，还认筹最多的获胜，这不就是花钱买票吗？我看咱们也是没机会了。本次压注环节产生的所有资金将全部作为选手的奖金发放，全凭诸位自愿参与，相关部门全程监督，保证公平、公正、公开。现在，请打算参与压注的观众去登记处登记。这里有20万，我买2万注，压王子获胜。这谁呀？这么大手笔，竟然愿意出价20万！我看也是，他敢压这么大，肯定没人敢跟。要是想拿奖品，也能压住别人。就是要你们都不敢压。小姐，您确定吗？您这压的注将作为选手的奖金，可不会退还哦。我确定。好，我这就帮您登记。请问您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沈苗。3点水的沈，草字头一个田的苗。我压2号选手获得冠军。我压3号选手吧。我宣布，第1届火线游戏全国对决总决赛现在开始。蓝队拿下首分。我宣布，本次火线对抗游戏总决赛的冠军是王子。接下来，让我们一起揭晓谁是压注成功的幸运儿呢？压中王子的只有1个人，花大手笔的下了2万注。现在所有人都不敢跟了，这个幸运儿就是沈苗，沈小姐。沈小姐，你在现场吗？站起身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。恭喜沈苗小姐获得我们敬业大厦10楼1年的使用权。我跟你讲，这沈小姐可真幸运，敬业大厦10楼都在市中心，房子好租得很。这一转手就挣了190万呢。可不是嘛，人比人气死人了。沈小姐，请在散场后跟随我们工作人员去敬业大厦物业管理处做一个公证。好，没问题。沈小姐好，大龙公司已经和我们对接过了，恭喜你获得大厦持有1年的使用权。这是公证书，请您确认好在上面签字。确认好了，没问题。你好，这是10楼的钥匙，请您保管好。年后物业售房的时候还要退还给我们，注意不要遗失，比较麻烦。好，我知道了，谢谢。沈小姐，又见面了。我听王子说呀，你拿20万来给他撑场子，你的好意啊，我们心领了。这笔钱不能让你出。我王富贵啊，别的没什么，就是钱多，这钱我给你补上。不用，王先生。我压王子是因为我看好他。再说了，我那20万也不是白出的。你看，这不是获得了商业大厦10楼1年的使用权吗？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！都怪王子呀，没说明白。我还以为啊，你赔钱支持他呢。沈小姐真是好头脑啊。这10楼往外租吗？对啊，要租的。怎么，王先生要租写字楼？啊，不是，我公司呀跟物业签了10年的合同，现在才8年，还没到期呢。是我一个朋友的儿子叫铁元，他呀出来创业，开了一家公司，现在呢正在找这个办公地址。沈小姐，您这个往外租吧？可以啊，那就多谢王先生了。哎，都是朋友，不用客气。不好意思啊，接个电话。喂，妈，找我有什么事吗？什么？小叔他们不知道从哪里弄的古董，逼我爸买。行，那你先拖延住他们，我马上就回去啊。不好意思啊。沈小姐，等到我时间约好了，给你打电话啊。好，走了，先走了。
苗苗，你可算是回来了。你小叔他们今天呀，突然带着一个青花瓷过来，这次就算是真的，我也不想再买了。上一次就是你爸爸心软，他总觉得和你小叔是一家人。哎，还说上次骗你没有得手，这次呀，肯定不敢再糊弄了。没事妈，坐。小叔、小婶儿、双双妹妹，今天又带什么好东西过来了？哟，大忙人苗苗回来了。刚还听你妈说你去看什么游戏比赛。大嫂，不是我说你，小孩子还是要管管的。穷人乍富可不是什么好事。要是苗苗也学着街上那些二流子钻进了电脑里，看你以后可怎么办。我怎么样呢，就不劳小婶您操心了。我自己什么样我自己知道，不像某些人一样占便宜没够，把别人都当傻子。你说谁呢你？哎呀，爸，你看他们都没把咱放在眼里。这些都是小事，别忘了咱们今天来的目的。苗苗啊，你回来了也好啊。小叔有个朋友要去国外移民了，他的古董店不开了，这是他家的镇店之宝。小叔觉得你们也挣到钱了，难免有些人情世故，这些东西拿出来，不管是送礼还是怎么样都可以啊，所以拿来让你们看看。苗苗，你小叔带的这个青花瓷呢，是带着专家鉴定书的，价格呢也不贵，才100万。我想着你既然认识那么多朋友，对我们家帮助大的，总要表示一下，送别的呢也不合适。这青花瓷啊，听说做生意的都喜欢。这竟然是周老先生出的鉴定证书。周老先生可是国内出了名的古董专家呀，道德高尚，不屑于弄虚作假。沈建军他们是从哪里拿到这个东西的？难道这青花瓷另有来头？我来试探一下，就知道是真是假了。呀，这竟然是周老先生亲自认证的。哎呦，周老先生是谁？果然不认识。沈建军他们就是瞎猫碰上死耗子了，倒是可以借用周老先生的名头用用。啊，小婶儿，周老先生你都不认识啊？啊，他可是咱们国内古董圈的大家，不仅是青花瓷呢，陶瓷，还有那些文玩玉石、古籍都有涉猎。朋友学生呢都遍布全国，就是性格嫉恶如仇，最见不得呢别人打着他的旗号作假。哎，我听说之前有一个学生打着他的名号招摇撞骗，后来周老先生发现了之后，那是被全行业给封杀了。这最后啊，混不下去，只能回老家了。苗苗，你怎么知道那么清楚？难道你认识周老先生？啊，我啊，不认识。不过巧了，我们之前帮过1号院那对王先生跟王太太，他们说呢要介绍一个朋友给我认识，这个朋友呢就是这周老先生了。哎呦，大伯这礼物送的真是巧。哎，多少钱来着？100万哈。那我要了，正好啊，借此机会送给周老先生，让他看看。爸妈，我相信呢，小叔不会拿自己的生意开玩笑的。之前小叔可是拿了一个200万的吊坠送给我，是吧，小叔、小沈？老公啊，这青花瓷可是被咱们换过的，要真是让苗苗送给周老先生，咱可就说不清了。是苗这个贱人，哼！苗苗啊，这个青花瓷啊，小叔突然想起来，有个客户早就预定了，现在卖给你啊，不合适。这样吧，我回去问问他还要不要，他要是不要了，小叔肯定卖给你。
我们就先回去了啊。哎，小叔，别着急走嘛。哎，你说的那个客人是谁？方不方便把名字告诉我？这个青花瓷送礼是真的很合适，我明天就要去见周老先生了，真的没有时间去挑礼物了。要不我给他打个电话商量商量呢？不用了，你不认识啊？走。哎，看他们这个样子啊，这个青花瓷肯定是假的。你总是把他们当亲戚，可是他们把你当傻子。你醒醒吧，老公。我也没想到会这样，我看这有专家鉴定证书的。哎，爸，这不怪你。一般人看到有专家的，都会很容易相信的。他们打着专家的名号，迟早会翻船。现在这个时间，网络传媒还没兴起，都是依靠报纸、电视传递信息。专家认证很容易取信于人，老爸上当也不足为奇。经过这次教训，他肯定不会再相信小叔他们了。苗苗，你不是说要给周老先生送礼物吗？这可怎么办呀？要不咱俩去商场看看？不用啦，我也就只是听说过周老先生的事情，刚才拿来炸他们的，谁知道他们那么容易就露馅了。你这孩子古灵精怪的，也不知道像谁。忙了一下午还没吃饭吧？妈妈下厨给你做个油焖大虾。好啊。喂，王先生，你约到铁原了？好啊，有时间，那我现在就过去一趟。妈，你不用忙活了，我今天呢去参加了王子的比赛，在他那儿下了赌注，赌他获胜，获得了超大一个奖项，获得了金逸大厦10楼1年的使用权呢。把它租出去啊，1年可获得199万元呢。这么多？然后王先生找人帮我撮合出租，跟人约在了太平饭店，我现在就要过去了。苗苗呀，你的运气啊真是太好了。那你快去吧。约了人家别让人家等，如果晚上吃饭时间晚了，给爸打电话，爸去接你。好，那我去了。好，去吧。哎呀，这孩子好啊。哎，沈小姐，你来了，请坐。不好意思啊，家里有一些事情耽误了，让你们久等了。没事，我们呀也是刚到没多久。铁原啊，这就是我跟你说的沈苗沈小姐。沈小姐，这个就是我朋友的儿子铁原。沈小姐你好，我是铁原。检测到重点人物铁原，绿城集团首富林广俊独子，随母姓米国长大，回国后威胁其三叔在集团地位，遭人嫉恨，将在今晚8点在太平饭店门口被一辆东西向行驶的大货车撞击身亡。帮助铁原避开车祸，可得到首富李广俊现金感谢500万。这铁原竟然是首富李广俊的独生子，还随母姓，真是够隐蔽的，真能看出来啊。不过他三叔也真是够狠的，觉得铁原威胁自己地位，竟然能直接痛下杀手，帮他避开车祸。说来简单也不简单，简单于说服他改变行程，但不简单在怎么在短时间内获得他的信任。铁先生你好，我叫沈苗，我听王先生说你开了一家公司，不知道是做什么的。一家专门售卖智能手机的科技公司。智能手机？这现在都已经传到国内了吗？我在米国的时候啊，亲眼见证了它的发行。这是一款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手机，苹果官网都已经被客户挤爆了，智能手机供不应求。我也是好不容易才说服乔布斯先生把国内代理权给我的。铁先生还真是有商业头脑，智能手机现在传到国内一定会大卖的。国内的人口多，规模大，如果多花点钱就能得到更好的体验，大家也都是很愿意的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什么智能手机呀？那不就是小灵通吗？现在都已经烂大街了，卖的还不好。难为你了，王叔叔。这是美国的最新科技，目前国内知道的人还很少，跟我爸爸一样，他也不懂。沈小姐是唯一一个能跟得上我思路的人，真是相见恨晚啊。哦，对了，铁先生，我还听王先生说你打算租一家房子开公司。但是这商业大厦10楼，1年的租金可不便宜，至少1年得199万。不知道你刚开始创业，这资金流吃得住吗？我爸给了我2000万，随便用，租房子还是不成问题的。对了，我听说
你这敬业大厦10楼的使用权是压注比赛押中的？对。沈小姐果然运道旺呀，今日一见非同凡响。我看敬业大厦也不用看了，咱们直接签合同。哎呀，那真是太谢谢铁先生了。再拖住铁原30分钟，他应该就能避开车祸了。少爷，林总经理说叫您回去一趟。三叔找我，我这还有客人呢，明天不行吗？少爷，林总经理说有急事找你，让您现在就回老宅一趟。小袁，咱们这儿该谈的已经谈了，你先回去吧。沈小姐也不是外人，你就放心吧。这铁原一去肯定要出车祸，我要想个理由拦住他。沈小姐啊，王叔，那就改天我请2位吃饭赔罪，好吧？哎，等等，你不能走啊！沈小姐，你这林总经理找我们少爷有事儿，您为什么拦着不让走？您这是……不知道你们公司缺不缺投资人啊？哦，我非常看重你这个生意啊！你们还不知道，之前马文涛的那个桃子购物网站就是我投资的，我现在呀是他们股东，我可以只投钱，占股拿分红，公司还是由您自己管理，怎么样？不知道您对这个感不感兴趣？之前我开公司的时候没有考虑过接触投资的这个事情，这毕竟不是小事。沈小姐容我回去考虑一下，怎么样？对啊，毕竟不是小事儿。这样，少爷您先走，我给沈小姐留个电话，我们改日再聊。择日不如撞日嘛，今天好不容易遇见了，别等下次了。不知道乔布斯先生给您批了多少部手机啊？那售价又是多少啊？乔布斯先生呢，他还是非常看重国内的市场，只不过他非常谨慎。我们签的是阶段性协议，他第一批给了我2000台的手机。如果说第一批手机数据销售的不错的话，我们可以进行下一步的合作。手机暂时的定价，少爷，已经7点59分了，车已经等很久了，要不咱们先走吧？沈小姐啊，真是不好意思啊，我一谈生意就忘了时间了，那我们就先走了。这个于秘书不对劲儿，他的肢体语言看起来非常紧张。如果新人，大家可能因为怕完不成任务被责骂，但换到他这个级别的助理，都有2把刷子，怎么可能这样？我觉得他心里有鬼。爸，三叔指使于秘书要陷害我，要不是沈小姐，你今天就见不到我了。小袁，我知道你妈一直觉得我挡了你的路，瞧得你现在都不亲近我了。可是我是你的亲叔叔，我能害你吗？你这么说，不知道受了谁的指使，可这让我太伤心了。爸，我让沈小姐说，省得三叔又说我栽赃陷害她。沈小姐，一个小姑娘，她懂什么？小袁，你就是找帮手，也得找个像样的吧。大哥，这是咱们的家务事，别让外人过来看咱们的笑话呀。我人就在这里，我可以给你解释的。沈小姐，你来说。林先生，我姓沈，叫沈苗，之前帮过王先生一次，他知道我有一个写字楼要出租，所以特意帮我跟铁先生牵了线，让我们在太平饭店吃饭。我们谈得正好，可这时候于秘书进来，说林总经理要找铁先生。铁先生拒绝了，说明天再谈，但于秘书坚持说事情紧急，说林总经理必须要今天在老宅见到铁先生。我看出于秘书他心思不正，所以拦着铁先生，没有让他上车，拉着他在路边说话。可于秘书再次提醒时间到了，催促我们第2次上车，紧接着就出现车祸了。小鱼，沈小姐说的，你怎么解释？小鱼，你可要想好怎么说。这个沈苗观察的仔细，点出了几个疑点，我根本没有办法解释脱身。我跟了董事长那么长时间，了解他的性格，还不如直接跟董事长谈判，他还能放我家人一马。董事长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家里人犯了事要赔钱。这时候林总经理找到我，说了这个毒计，我一时鬼迷心窍，若不是沈小姐，恐怕少爷……董事长，我错了，辜负了你的信任，你要罚我，我都认。大哥，他肯定是收了别人的钱，污蔑我。老三，
你真的把我当傻子？咱们弟兄3人，我最信任你，把公司都交给你，让你管理。就算小袁和你发生冲突，我也站在你这边。结果你呢，竟然跟于秘书合伙谋杀我唯一的儿子，真是太让我寒心了。于秘书，我自认对你不薄，你却利用我和铁元对你的信任，为虎作伥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董事长，我……沈小姐，你真是一个又机智又聪明的孩子，多谢你帮我救了铁元，要不然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和他妈妈交代。林先生，您不必这样说，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。铁先生呢，他是我的租户，在我的竞业大厦里，1年199万的租金，可不是谁都能付得起的。帮他，也就是在帮我自己。沈小姐，不要太客气，你的功劳我都知道，我会记在心里。我这个人一向有恩必报，绝对不会让好人寒心。陈助理。是，董事长。沈小姐，这里有500万，作为你萍水相逢却挺身而出救了我孩子的奖金，请你一定要收下。沈小姐，这是你应得的报酬，快收下。那既然林先生跟铁先生都这样说了，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500万到手了。沈小姐，这么晚了，本来想留你住1晚，但我还有家里事要处理，实在不应该脏了你的眼。今晚我就让司机送你回去，改天我再带小袁专门登门道谢。不用送我，董事长您先忙。那我走了。现在插播一条特殊新闻：昨天晚上8点，我市太平饭店门口，肇事司机醉酒驾驶，司机当场去世，暂无其他人员伤亡。据交警公安部联合调查，结合受害人情况，已经确定犯罪嫌疑人林某、于某。公安机关已将2人彻底调查，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。太平饭店门口，苗苗，不是你昨天晚上谈生意吃饭的地方吗？这里边那个受害人就是之前想做写字楼的那个铁元。我之前感觉他不对劲儿，就把他拦了下来，救了他一命。这是他爸爸给我的谢礼，里面有500万。你这孩子，这么吓人的事儿，怎么从你嘴里面说出来就像吃饭喝水一样？万幸的是这次没事，你要是出点什么事儿，妈也不活了。妈，别担心我，我心里有数。我可不信你以后不能再出去了，就算是以后谈生意要出去，也要带上我或者你爸，咱们一家子平平安安的，比什么钱都重要。苗苗，你的安全最重要。知道你们担心我，这不是真的没事吗？爸妈，我接个电话。喂，警察？我那奖赏批下来了，现在去领吗？好，那我现在就过去。爸妈，你们不是不放心我吗？那我们一起去领奖啊！走。沈明同学，你积极履行公民义务，协助举报通缉犯罗老三。这个协助我局破获重大刑事案件，经我局研究，决定为你奖悬赏金，奖金50万元。稍后一会儿打到您的银行卡账户上。看咱女儿多好。谢谢。好，你们快握握手，我给你们拍张照。警察同志呀，幸亏你们来得及时，要不然我们一家3口呀就被罗老三给取走性命了。这大好的年纪还没抱孙子呢，想想就有点亏。好的，好的，都过去了。来，沈小姐，这是您的。我的？王先生，我怎么也有啊？哎呀，沈小姐呀，这话说的，警察抓住了罗老三，你呀冒着风险举报了罗老三，也是我们一家人的救命恩人呀。我王富贵忘了谁，也不能忘了你呀。以后只要用得着我王富贵的地方，尽管开口。这锦旗呀，一定要收好。好，我记住了。
来，警察同志，来帮我们照张相，我要把它洗出来，挂在我们家的客厅。每日情报系统提示：云城火车站附近云盛花园老小区即将进行拆迁计划，城建部门将在10天后进行小区房屋确权登记。目前该小区挂有16套待售房源，请宿主抓紧时间购买。云盛花园这个小区我有印象，是纺织厂的家属院，70几年的房子，现在有些年头了，均价在5000元左右。这么多房，要是都拿到手，等拆迁我就发财了。爸妈，那你们先回去，我约了同学一起去火车站吃午饭呢。好，那这个你们带回去吧。好，我走啦。你好，欢迎光临白鸽房产中心。我们的服务是为客户提供1流房产服务。你好，我是您的房产中介员许晴晴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？你们这里有云盛花园的房源吗？啊，当然有，不过那里的房子比较老，而且房屋状态不太好，但是价格比其他小区就便宜很多。您是想要租房还是买房啊？我打算买。你们这里有几套啊？您考虑好了吗？那里可没有学区啊。对，考虑好了。我打算开个快捷酒店。云盛花园是离火车站最近的小区了，这么老，价格肯定便宜。我也没耐心再租房子跟房东打交道，还不如直接几套装修一下，直接开业，这样省事得多。哦，原来是这样，那你请跟我来，咱们去里面谈谈。我给你看一下房屋中介册。走。云盛花园小区呢，在我们这儿挂了16套房子，其中3套因为老人去世，产权不清晰，有争议。曾经啊，还因为房价没谈拢，在我们房产中心打架，这买下来啊，麻烦多得很。特别您这还是打算做生意的，最讲究和气生财。这3套啊，我就先帮您排除掉了。一个房子那么多户主，确实不方便。这些人听起来都不是善茬。要是我买过来，他们知道云盛花园后期拆迁了，肯定还有的闹。倒不如直接不买。行，你是专业的，都听你的。沈小姐，我其实还有3套也拿不太准，他们的主要问题是房屋维护状况较差，后续啊，您得花大力气去修整。之前呢，有很多有意向的客户看过一眼，都表示接受不了。不知道这个需不需要帮您排除掉？不过价格实在是便宜，几乎是同小区其他房源的一半，每平啊只要2500元。这个需不需要帮您排除掉？我又不打算住，房子状况再差也没问题，真是天助我也。我不介意。反正我这个后面也是要装修的，先把这3套拿给我看看。这3套就是，其实这几套呢，除了房屋维护状况较差以外，其他的那些什么朝向啊、布局啊、楼层，其实都还是非常不错的。房主卖房意愿也很高，也很配合。你要是看上的话，我今天就能带你去看，说不定今天下午咱们就能签合同了。行，我相信你的眼光，不用看了。就按2500一平的价格，你打电话问房主愿不愿意卖，要是愿意，直接过来，我们现在就可以签合同。沈小姐，您确定想好了？我确定。剩下10个，你也尽管跟我联系，只要价格合适，都可以买。好，我这就去打电话。晴晴，我吃完饭换你，赶紧去吧。哦，来客人了。不知道这位怎么称呼啊？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。店长，这是沈小姐。沈小姐，这是我们白鸽房产中心的店长江飞驰，他从业20多年的经验，房产谈判经验十分丰富，他可是我们店的王牌。沈小姐，您放心，在云城啊，就没有我谈不下来的单子。您看中哪套房子，我都能给您拿下。那就多谢江先生了。晴晴，不知道沈小姐看中的哪套房子呀？云上花园那几套。云上花园？买那儿的房子干什么？那儿的房子比我年纪都大了。沈小姐，刚刚给房主打电话，房主听说有人要买他们的房子，非常高兴，说保证半个小时之后到。您先坐，再坐在这里休息一会儿。好，麻烦你了。店长，你怎么说话呢？一会儿沈小姐听到该不痛快了。我跟你说，沈小姐觉得火车站附近客流量大，打算在云上花园买几套房子，开快捷酒店。她可是大客户，今年我可就指望她了。你要是敢得罪她，我可跟你没完。好，我知道了，办快捷酒店。听你的意思呀，沈小姐是要买多套啊？云上花园在咱店里挂了16套，如果顺利的话，沈小姐打算买13套。我的老天爷啊，这买房跟买大白菜似的。沈小姐真是阔气啊。晴晴，是谁打算买我家房子呀？人呢？
沈小姐，人来了，请进吧。各位房主，大家快请坐。大家好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位呢就是沈小姐。沈小姐真是一表人才啊，小小年纪就能买这么多房子，真是有钱人呐。没有，都是靠着家里混口饭吃。这些合同呢都是制式合同，早就拟好了的，你们看一下，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，随时提问。价格没问题，就是不知道沈小姐买那么多房子干什么？难道是有可靠消息，我们小区要拆迁了？我要是知道什么可靠的消息，家里可真是通天了，就不用在这儿挣这份钱了。是啊，沈小姐是看这火车站附近客流量大，想要开个快捷酒店，又不想跟房东打交道，看咱们云上花园小区房价便宜才来的。对呀，云上花园有16套房源，沈小姐买哪套不是买呀？你们自己的房子什么情况，自己心里都清楚。晴晴啊，是惦记你们，提了一嘴，说你们比较配合，沈小姐这才同意了。你们要是不想卖的话，咱们就趁早说。买房子本来就是你情我愿的事情，用不着这么阴阳怪气的。这个店长果然有两把刷子。就是啊，老孙，你这人真不地道，得罪沈小姐还想拉上我们。谁不知道云城市区早800年都开发完了，再想拆迁也是新区附近啊。咱们小区还挨着火车站，属于市中心了，要拆早拆了，你不卖我们卖。稍后呢，沈小姐会把购房款打到我们账户上，我们会先付您5万元的定金，剩余的款项呢，再等您配合房产过户之后，统一打到您的账户上。好，这位房东是个爽快人，我很喜欢。这样吧，晴晴，咱们按照交易顺序发放剩下的房款，把这位房主排第一个。都听你的，沈小姐。那就谢谢沈小姐了，我就喜欢跟你这种爽快人打交道。那我就是第2个了。我信，明明是我先递过来的。好好好，都别急都别急，这钱又不会跑，等咱们签完合同，直接去房产交易中心，我保证让你们都一定能拿到钱。那就多谢几位了，钱我已经通知银行打到白鸽房产中心的账户上了，预计下午就能到账。那之后等我们处理完相关手续，就会把钱打到各位的账户上。那我们就等着了。那就祝沈小姐生意兴隆啦，借你吉言。那我一会儿去接儿子放学了，那我先走了，沈小姐再会。那剩下10套房我就全部交给你了，我希望能在1周之内能把这些事情全部搞定。沈小姐，交给我们你就放100个心，绝不会耽误你做生意的。行，那我就在家里等着你们的好消息了。好。喂，晴晴，你大早上给我打电话，是不是东西都办好了？沈小姐，你真是料事如神啊！那10套房子的房主都同意了，我已经帮你办好手续，房产证也下来了。您要过来拿吗？还是说您告诉我地址，我给您寄过去？没事儿，东西先放你那儿吧。我有空我自己去拿。哦，对了，你认识的人多，能不能看一下你熟悉的室内设计师，然后你帮我联系一下，我给你中介费。哎，好嘞，好嘞。哎呀，做戏就要做全套，那么多双眼睛都盯着，这不得做出一个装修的样子？哎，现在就坐等住建局上门通知我拆房了。每日情报系统提示：欧洲杯总决赛，西班牙队爆冷，打出1-0赢得德国队，成为冠军。因西班牙队44年未问鼎欧洲杯，市场普遍不看好，体彩赔率为1-8。押注西班牙队获胜，即可获得8倍收益，单日购彩金额超过6000元，需要前往体彩中心登记，请速度前往体彩中心购入竞彩足球项目。8倍收益，简直就是暴利啊！这比做什么生意都强。这段日子赚的钱是不少，但是花销挺大的，也就将将持平的样子。别墅里的金条跟现金都是我留的后路，不能动。现在一算，只有马先生给我刚刚打的那200万分红，算得上是活钱。
哎，还是赶紧去体彩中心看看什么情况吧。最近的欧洲杯你看了吗？你感觉谁会赢？德国队吧。奥地利队虽然有主场优势，但德国队实力很强劲。再说是老将安奎斯带队，这次肯定能赢。就买德国队吧。沈苗是吧？竞赛规则咱们都了解吗？了解。咱们竞赛分为3个场次，半决赛、总决赛、1/4决赛，分别可以压平、压负、压胜。单是投注、复合投注都支持。请问你压哪个？我总决赛压西班牙队获胜。小姑娘，你不懂足球吧？西班牙队已经连续44年没有得过冠军了，葡萄牙都比他强，有钱也不能这么任性啊！我知道，但是我就是喜欢西班牙队。我这个人呢，运道比较旺，都来体彩中心了，肯定要赌一下。倒也是，竞彩本来赌的就是个几率。你压多少？200万。啊？200万？200万？哇，这么多啊！哎呀，这200万！龙总，这小姑娘胆子可真大，竟然敢拿200万，单压西班牙都会赢，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！哎，那倒未必，就像搓麻将、钓鱼等等，有时候啊，这新手运气就是旺。龙总，您来之前不是要压德国队赢吗？怎么看见这个小姑娘就改主意了？你确定吗？咱们买定离手，钱是不会再退给你了。我确定。东西拿好，咱们竞彩彩票没有实名制，这是唯一的兑奖方式。好，谢谢。哎，你好，有事吗？叮，检测到重点人物，飞龙集团董事长龙安祥，国内短视频直播 app 橘子生活创始人。龙安祥目前公司处于亏损阶段，正打算向短视频方向转行。目前资金短缺，宿主抓住机会成为他的投资人，即可获得100倍收益。100倍收益，这可真是我的财神爷呀！小姑娘别误会，我听说你喜欢西班牙队，就想和你认识认识。我也喜欢西班牙队，咱俩是球友啊。原来是这样。叔叔，你也压西班牙队获胜吗？运气旺的人搭个顺风车，手里也能落几个子儿，跟着他。目前的状况说不定能有所缓解。这要是运势不好，别人给你钱也能赔光，我何苦跟他对着干呢？我就不压了，这把年纪看看球赛就行了。小姑娘，我叫龙安祥，我的公司呢就在这附近。我的公司有台松下150寸的液晶大电视，正好适合看球赛。我约了同事一起看，小姑娘有没有兴趣跟我们一起看呢？龙先生，您叫我沈苗就行。当然有兴趣，那我现在就跟您一起过去。好，请吧。哎呀，就是啊。龙总，龙总，都坐都坐。这是我朋友家的孩子，一起过来看看球赛，挪个位置出来。开始了，开始了！来了！德国队跟西班牙队感觉不相上下。只是西班牙队主力射手比利亚受伤了，只能让替补上场。德国队还有安奎斯。看来西班牙队要输了。龙总，这次不会看打眼了吧？沈小姐，比利亚受伤下场了，真是个意外啊！你也没料到吧？你的200万怕是要打水漂喽。我又不懂足球，你说的这些我都不认识，不过系统肯定不会坑我。别着急嘛，还没到最后呢。哇，居然真的赢了！好，沈小姐的运道真是不服都不行啊！球赛一结束，沈小姐这200万瞬间变成了1600万了。我先提前恭喜你了。幸亏我没压德国队。龙先生这么大的公司，还怕赚不到钱吗？跟你赚的比，我挣的都是零花钱。公司看着花团锦簇，其实每年都在亏损，再这么拖下去，怕是要破产了。今年只有转行才能有一线生机。
如今国内互联网正热，我倒是想做这个生意，可是总担心步子跨得太大，出问题。对呀，不如借沈小姐的运气用用。诗诗，我请大家吃饭，带他们去点餐吧。啊，好。公司大是大，养了这么多人，每天发着工资，我都头疼啊。能力越大，责任越大嘛。最近呢，我倒是有个做其他生意的想法，但是呢，一直拿不定主意。沈小姐运道这么旺，于是我就想沾沾你的福气，问问你的看法。你放心，我不是占别人便宜的那种人，我会按米国咨询公司的行情给你咨询费，你看怎么样？本来还发愁怎么跟龙先生拉近关系，现在他竟然亲自送上门来了。龙先生，你这请我看比赛，我还得感谢你呢，咨询费就不用了，你想问什么就问吧。不过我先提前说清楚，我只是一个普通人，没有那么专业，龙先生可要做好心理准备。哎，一码归一码，咨询费是肯定要给的。沈小姐说自己是普通人，真是太谦虚了。哪有普通人能随随便便就赚1600万的？那龙先生想问什么问题？我有一个朋友在米国 IG 公司做高管，他说这个 IG 公司就是做这个图片还有视频的一个平台，跟国内的企鹅差不多，内容上更丰富一些。通过这个平台呢，不认识的人也可以互相关注的。他认为既然在米国行得通，回国也行的，于是他就辞职回国创业，想拉我一起。我就想问，这个生意能不能做？原来龙先生一开始是打着抄 IG 的主意，不过未来主流的社交软件都有共通之处，只不过侧重点不同罢了。他不管做哪个都是纯赚的。可以的，能做。哦，沈小姐给我个理由。我有个朋友啊，他就在用这个企鹅软件，也不介意在空间上花钱什么的。我就想着社交软件，你这个大方向啊是正确的，而且我还能给龙先生透露一个消息。哦，什么消息啊？我的朋友已经跟苹果的总裁打好关系，在国内代销售智能手机。龙先生有朋友在米国，肯定听说过这智能手机吧？智能手机跟小灵通比起来，屏幕更大，不管是播放图片还是视频，都能有更好的视觉效果。你们要是真能把这种社交软件做出来，跟智能手机相辅相成，肯定啊能大赚一笔。哦，没想到还真问对人了。沈小姐，你可真是我的大贵人呐！没有没有，一会儿我让小周把咨询费给你打过去，你可千万不要推辞，一定要收下，这是我的一片心意。行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哎，不过龙先生，你不是说你公司现在赚不到什么钱吗？我想着，那你前期投资项目肯定是需要钱的。我这里刚赢了1600万，我想着找个项目投进去，不知道龙先生愿不愿意让我当你的投资人呢？你没开玩笑吧？当然没有，我觉得龙先生这个新生意一定是可以成功的，想搭一个顺风车嘛。就是不知道龙先生肯不肯？哎，沈小姐愿意投资给我，我高兴还来不及呢，哪有什么肯不肯的？那就好。不过我丑话先说在前头，龙先生接了我的投资，必须在新的社交软件中增加短视频还有直播这2个功能的比重。没问题，只要技术上能实现，我们都能给你做到。行，有你这句话，那我就放心了，龙先生。你现在就找律师草拟一份合同，咱们商量一下，给你投多少钱，双方达成协议，我再去兑换彩票，直接把钱打到你的账户上。好。1600万，扣去2成的税，还有1280万。我跟龙先生商量好，投给他500万，这一下去了一小半，不过还有780万，这钱够我花了。晴晴怎么给我打电话？对了，算一下日子，她应该是通知我小区拆迁的消息，保险起见，我还是要装得像一点。喂，晴晴，你找我什么事啊？
沈小姐，我们接到住建局的通知，云上花园小区准备拆迁了，现在住建局正在挨家挨户进行登记呢。啊？怎么突然就拆迁了？我们也觉得奇怪，往常拆迁哪次不是提前好几年通知的？这次这么突然，我就去找住建局的朋友打听了一下，他们也是刚刚得到通知，说咱们云城被选为高铁试点城市。专家综合考虑之后准备将高铁建在火车站附近，其他地方都是新建的房子，不好下手。云上花园正好是个老小区。我明白了，选这里拆迁成本更低，老小区房屋状况不好，大家也都乐意拿钱搬新家。对，我在这里先恭喜沈小姐了。你什么时候有空的话，过来做个登记啊？我现在就能过去。那可太好了，我朋友正好在这里呢。你房子多，有他帮忙呀，快一点。好。沈小姐，这就是我的朋友王成，他现在在住建局上班。这就是我跟你说过的，买了13套房子的大客户沈小姐。王先生你好，我叫沈苗，麻烦你了。不麻烦，为人民服务嘛。这是沈小姐的房产证。沈小姐，在登记之前，请您回答我一个问题：为什么你的房产都是近几天才购买的？你这房产证上最近的登记日期是3天前，是不是有人给你透露什么消息啊？那是因为……晶晶，你不要说，让沈小姐说。系统这事儿说出去也没人信，与其解释，还不如直接反问呢。你问我，我还想问你呢。我刚买的房子打算开酒店，设计师、工程队都找好了，定金也付了，600多万砸进去了，就等着装修完开门营业。结果你们突然通知拆迁，我这还好是买了房子，要是没买只租的话，我这些损失谁来赔？就是啊，这能怪沈小姐吗？还好沈小姐聪明，把房子买下来了。我们也是刚刚接到通知，这事儿事发突然。就是因为事发突然，才没机会作假。王先生，你在住建局上班，肯定认识领导，领导会提前跟你们通知这种涉及拆迁的事情吗？当然不会。如果要是提前通知的话，大家都来买房，那岂不乱了套了？那就是了，他不会跟你们说，更不会跟我们这种平头百姓说。说真的，我不差钱。如果早知道拆迁的消息，我会把整个小区都买下来，这样你们的确认工作也会顺利很多，就不用像现在这样挨家挨户的上门，直接找我就行了。那倒也是我想差了，真的对不起，沈小姐。王先生也是例行公事，我能理解。好，那我这就统计好了，我先走了。警察同志，就是他把我的房子骗走的。你好，我们是云城警察局的。我们接到群众报案，说你们这里有人合伙欺骗他们签了卖房合同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好，警察同志，我叫沈苗，这个人应该说的是我，但我并没有骗任何人，我所有的买房交易都是通过白鸽房产中心的，购房款也是打到房产中心的账户上。我认为我做的并没有什么不妥。是他说的这样吗？警察同志，我们白鸽房产中心一向凭良心做事的，每一步都如实告知客户双方信息的。这个孙先生之前在我们这儿卖房的时候，我们可是面谈的，一切都谈妥了才签字画押，我们还签了合同。你们看，合同没有问题。孙家兴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？要不是他，我怎么会那么便宜把我家房子卖了？现在住建局通知房子拆迁，我赔了老本了。我就是他们合伙把我家房子骗了。还有你这个小贱人，要不是你们，我根本不会把我家房子那么便宜卖出去。我的钱呢，都被他们给骗了。孙家兴，你敢当着警察的面打人，信不信我把你铐进去炖橘子？他说的把房子便宜卖给你们是怎么回事？警察同志，你看这孙嘉欣口齿伶俐的样子，也不像是贱卖自己房子的傻子。他那套房子之所以价格那么低，是因为房屋维护状况很差，而我是打算买下来开酒店做生意的，反正都要重新装修，我自然是要挑便宜的买，能省点是点。至于提前得知消息，跟住建局、白鸽房产中心的人串通好，我目前还没有那么大的能力，他们都可以给我作证。我是住建局负责房屋确权工作的工作人员。云上花园接到拆迁的消息，我们也是刚刚接到通知。这个孙嘉欣说的根本就是无稽之谈。我们白鸽房产中心
是云城老牌房产中介之一，已经有了20多年的历史了，不会因为沈小姐一个人就坏了我们的招牌。沈小姐的设计师还是托我找的，3催4请联系人，找人画设计图，联系施工队装修，我全都看在眼里。现在这钱也花了，这房子刚拆一半，住建局通知拆迁，这要是一般人还不赔死？也就沈小姐家里有钱才不在意。看来这孙家兴把房子卖了之后，又听说要拆迁，眼红了，故意来找茬的。是我来之前特意调查过这个白鸽房产中心，之前都没有过投诉案例。今天回来一看，服务态度还是非常不错的。这么大的公司，应该不会做这种事情。好了，他们的解释你都听完了。如果你还有什么信息需要补充的话，跟我们到局里去，让经侦处的同志帮你。好啊，我算看出来了，你们都是一伙的。孙家兴，凡事要讲证据，你说这话有证据吗？我们是正常商业交易，房子放了5年都无人问津，看我上门着急买老房子脱手，我按价收购。你要继续这么闹，还拿不出证据，我可以告你诽谤的。警察同志，我现在可以报案吗？当然可以，名誉权是公民的正常权益。你跟我们到局里去做笔录。你这个赌夫，我不就说了你2句吗？你对不住了。理解，你们也是例行公事，慢走啊。确权登记后，又再签个同意书等一切都敲定，赔偿款会尽快打到您的账户上。谢谢，那我就等着了。尾号7983的银行账户到账1000-400万。天哪，我的拆迁款到账了！加上我上次在竞彩足球那儿赚的钱，我现在是千万富翁了！千万富翁！华尔街投行决定做空黄金，收割全球财富。即日起将降价30%抛售黄金，引起全球性恐慌。金价下跌，但因为国内大妈购买黄金热情高涨，金价将在3天后达到顶峰。购入黄金在3天后抛售，即可获利30%。哦，原来名震华尔街的大妈买黄金事件竟然发生在这个时候。我记得华尔街做空黄金的时候，那些大妈在国内买黄金还嘲笑他们是像春天的柳絮，转瞬即逝。谁知道我国全民对它的喜爱程度非同凡响，这次大妈们应该投入了1000亿人民币，足足300吨黄金，简直就是把金价给拉高了。那些人损失惨重。嗨，这还有什么好说的？跟着大妈们一起往前冲呗，这可是稳赚不赔的买卖。今天的大盘你看了吗？不知道为什么今天一开盘跟疯了一样，下跌30%。等一下，我去调金价。谁说不是呢？黄金价格上涨了10来年了，昨天还是177一克呢，今天就下降到了155一克。昨天才给我妈买了一条金项链，亏死了。你这个也算是奢侈品，越便宜就越没人买。顾客一看今天这个价钱跌了，估计都要观望一阵儿。唉，咱们想开张是难了。哎，我可以看一下这个金手镯吗？好的，没问题。没事，可以上手摸摸。咱们这个金手镯总共30克，不粗也不细，适合你们年轻人佩戴。美女，怎么称呼？我可以帮你戴手上试试看。我姓沈，不用了，试来试去怪麻烦的。好，那你慢慢看，不挑也不看，不像买家。沈小姐这么年轻，身上也没带饰品，一看手里就没多少钱。我让她戴手镯，她又不乐意戴，估计更不会买。你好，欢迎光临，咱们想看点什么？小南，你已经在接待沈小姐了，这2个客人该我来接待。沈小姐一看就不会买，我接待她我怎么赚钱？要接你接，反正这2个顾客是我的。那是，这小姑娘怎么能和我们比啊？我们呢，快结婚了，来这里是买3金的。沈小姐你好，看看还需要看点什么？再看一下这个金项链吧。哎，这个拿给我看看吧。小姐眼光真好，这个戒指是从总店送过来的，
早上我放在柜里就被你一眼相中了。这个戒指多少钱？一口价1000元。怎么那么贵？这个戒指是我们店的师傅纯手工打造的精工款式，你看这雕花的纹路多精致，足足有5克重呢，值得这个价。这个我喜欢，买吧。哎，宝贝，你看今日金价155元，昨天啊，我和我妈过来打听的时候还177元呢。这金子降价了，谁知道明天会不会继续降呢？今天1000啊，能买5克，明天1000要是能买7克的话，不心疼啊？就这会儿，金价刚下降，大妈们还没反应过来，等他们反应过来，冲过来买，别说戒指了，你就是连耳钉都买不到，只能看着金价节节攀升，望洋兴叹。现在能买多少是多少。这个真好看，我一眼就看上了。现在买不划算，等等吧，等过几天金价稳定了，咱们再买。到时候啊，我给你买5斤。这可是你说的。我说的。那我们先不要了，不好意思啊。老公，我们走。哎，没钱还进什么金店？小桃还没开张呢，这都看了多久了？沈小姐还没下定决心呢。金子那么贵，当然要多看看了。你去菜市场买菜还要挑肥拣瘦，沈小姐来到我们店里消费，当然要多看看了。你就嘴硬吧，我看你今天能不能卖出去。要是今天开了这个张，这个店主要你来当。哎，这句话我可听到了，你要是说话不算话，我就去找你们老板。哎，你这个人，我们说话你插什么嘴？你好，这个项链跟镯子都帮我包起来吧，我要送给我妈妈。好的，这就给你找包装盒。先别急，你们店里还有没有金子啊？我昨天刚排点货，实物的话大概有5斤左右。沈小姐问这个干什么？难道想全都买下来？全都给我包起来吧。刷卡。沈小姐，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千万别跟我一般见识。小桃笨手笨脚的，还是我来吧。你叫小桃是吧？那以后的金子我都在你这买了，别愣了，刷卡。小南，不是我说你，老板说过了，顾客是上帝，我们都是服务员，你还对顾客摆脸子，挑三拣四的。今天是沈小姐大发，如果沈小姐去老板那儿告你的状，老板一定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谢谢沈小姐，我现在就找人来帮忙。哎，顺便帮我问一下你们老板还有没有多余的货。好。喂，老板，我是小桃，我们店里来了个大客户，他姓沈，他把我们店里的金子全都买走了。对，是真的，今天不是愚人节，我没有骗你，你赶快找人来帮忙吧，我们忙不过来。哎，对了，老板，沈小姐让我问问你，还能调货吗？哦，好，我这就告诉沈小姐。沈小姐，我们老板说了，调货的话需要向上面汇报，他做不了主，您能再等2天吗？这段期间金价波动大，系统说让我3天后跑，要是错过这波高峰，还不知道要等多长时间呢，还不如见好就收。那算了，先不等了，就这些吧。好。终于体会到大妈买黄金的快乐了。这5斤金子真沉呐！快，老姐妹，趁着金价降了，咱们多买一点。还有你说，我早就惦记着买金手镯呢，好几年都没舍得买，趁着降价赶紧买。走。幸亏我买的早。